软水管接水龙头，10个人有9个都接错，还以为特别麻烦，没想到师傅一招就搞定，接上永不漏水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，一起跟着视频看看正确的操作方法吧。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家里水龙头水压过大，每次使用都会把水花溅得到处都是，或者是水管直接被冲开的现象呢？还要花时间去打扫，否则其他沾水的地方就会潮湿发霉。因为许多人接水龙头都是这样，用水管直接套在水龙头上，然后用铁丝拧紧就直接使用了，最后就导致水花四溅。那么正确做法应该是找一个硬管作为衔接，取合适大小的一段，这种方法接水管永远不会漏水。因为软水管接水龙头不成立，缝隙太多，所以我们需要准备一个衔接物。具体的操作方法也很简单，我们把硬管准备好，然后拿出打火机烤一头，烤2-3公分的位置。因为这种 PVC 硬管是无定型高聚物，没有明显的熔点，加热到120到150摄氏度时具有可塑性，所以等其加热到一定程度后，它是可以任意变换形态的。这时就可以把它和圈口差不多大小的水龙头接进去了。这样加热变软后的硬管就可以把水龙头很好的包裹起来，等其冷却收紧后，就紧紧的包裹住水龙头，能将缝隙全部填满，这样就没有缝隙啦。然后我们趁热，在硬管还没完全冷却之前快速套上2根扎带，用力拽到最紧，然后把多余的地方给剪掉，这样这个位置就非常的稳固啦。或者大家用铁丝扎紧，效果也是一样的。这样接好的接口是不会随意漏水的。接下来另外一头，这里我们不要直接斗进去，不然你这样装上以后里边依然会有缝隙，而且依然会滋出水花。虽然可以耐住用一段时间，但是依然不稳固，被水冲开的可能性很大，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这样安装。所以对接之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处理。为了滴水不漏，还需要准备这种 PVC 胶水，将其涂抹在硬管上。这种胶水也不贵，也就几块钱一瓶。这种胶水家里边可以常备一瓶，一般我们衔接管道等各种相关的工作都能够使用这种胶水粘接，比如说儿童玩具的粘接都可以。这种胶水要比一般的502胶水都更好用，它具有操作简单、粘接强度高、密封性能好、耐寒热、耐介质性强等等优点。这种胶的状态就是黏糊糊的，油性胶防水效果更佳。所以我们可以涂上一点这种胶水，这样防漏水效果更好。现在再把软管接上来，然后把前面推出来的胶水我们用工具推一推，使其贴合得更好一些，这样密封性就更好，一点都不用担心漏水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了，我们用铁丝固定一下。一说到用铁丝捆，很多朋友想着这个东西应该很简单，稍微折一下之后，用老虎钳给它拧上2圈，认为就牢固了。其实用这样的方法去拧非常的不牢固，而且它只有一端受力，在水压过大的时候左右慢慢滑动，也是很有可能会脱落的。正确的方法是，我们取一段铁丝中间交叉对折，把2个铁丝头往两端拉，使中间形成一个小小的环，扯出一个小圆环之后，再把2个铁丝头给它掰正，接着把开口处放在软管外面，把铁丝的2头折在一起，之后用老虎钳将它拧上2圈，给它拧紧。这一头拧紧后，别忘了边上还有一个小圆环，把这头的小圆环也是一样的拧紧了。这样的话，铁丝就有2边的固定点，两方同时用力，同样的方法。
我们再拧上一根铁丝。用这种方法拧铁丝，软管呢都已经被铁丝勒进去了，而在软管和硬管之间又有中间的防水胶，它起了防水、防滑等作用。用这样的方法勒紧了之后加以固定，不管多大的水压都没有办法把软管和硬管分开，到这样的程度呢才算连接成功。最后呢，我们把铁丝多余的部分剪掉就行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这样软管接水龙头就算完工啦。这样拼接过后非常的牢固，反方向用力拉扯也不用担心会拉断，这样后期在排水的时候一滴水都不会漏。学会这个方法，也不用担心大小口径影响到排水的问题，不用担心影响到正常使用。如果你也正在懊恼这个问题，不妨动手试试吧。这个方法可是一位从业多年的老师傅教我的呢，现在很多新手都不会用，使用范围更广更实用。不管是怎样的水龙头、怎样的软管，不管口径一致还是大小，都适合这个方法衔接，轻轻松松就能够拼接上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，赶紧学会这招，一个简单的方法，轻松搞定，解决了很多生活中的小麻烦。如果您看完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。